各位制造业的先进、线上主管还有工程师们，大家好啊！欢迎来到今天的这一份简报教学。我知道今天下午大家就要亲自动手实做 AI 影像瑕疵分类了，现在心情是不是有点兴奋？可能还有一点点紧张呢？很多时候啊，大家都会觉得 AI 就像一个神秘的黑盒子，照片丢进去，答案就自动生出来了，听起来超级神奇，但实做起来心里总觉得不太踏实，对吧？别担心，在大家下午正式上机之前，我们这份教学的目标非常明确，就是要帮大家把这个黑盒子直接打开来。我们会用最接地气、最直白的方式，带大家彻底搞懂 AI 的运作逻辑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看看今天的路线图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什么是鉴别式 AI？ 接着第二部分，机器学习与资料标注。第三，教大家如何避免死背，也就是过拟盒的问题。下半段呢，我们会切换视角，看看第四，机器眼里的影像到底长怎样。第五， CNN 究竟是怎么看懂影像秘密的。最后第六部分，我们会用制造业真实案例来做个总结。跟着这个流程走，我保证下午当你按下训练那个按钮的时候，你绝对会非常清楚机器脑袋里正在发生什么事。第一部分，什么是鉴别式 AI？ 我们常常在新闻上听到生成式 AI， 像是很红的 ChatGPT 啦，或者会画图的 Midjourney， 但那可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角哦。在我们工厂产线上，我们需要的其实是另一种超级专家，也就是所谓的鉴别式 AI。说白了，鉴别式 AI 就像是产线上最冷静、最严格的判官。它不搞创意，也不会发明新东西，它的核心任务永远只有一个，就是判断这是 A 还是 B， 这是一片良品还是有瑕疵。没错，它就是我们制造业品质检测的最强基石。那你可能会想，这个判官到底是怎么学会判断的呢？这就要讲到监督式学习了。想象一下，这其实就像是一位老师拿着有标准答案的考卷，一题一题在教学生。我们给机器看 PCB 版的照片，然后清楚告诉他这是良品还是这是刮痕。整个学习过程会经历6个关键步骤，从最开始的收集资料、人工标注资料、切分资料，然后才开始训练模型。训练完还要评估模型，最后过关了才能部署应用到产线上。大家下午的实作就会亲自走过这6个具体的步骤哦。接着来到第二部分，机器学习与资料标注。了解了学习步骤之后，我们来看看机器到底能帮我们处理什么样的问题。这里有一个超级简单的黄金法则，只要是分类任务，就像是在做选择题，而回归任务呢，就像是在做填充题。如果你要机器预测的答案是从几个选项里挑一个，例如良品还是瑕疵，那就是分类。但如果你要预测的是一个连续的数字，像是这批产能良率会是几%，或者是设备还有几小时要保养，那就是回归。下次遇到产线问题，只要问自己一句话，答案是选项还是数字，1秒钟就能决定该用哪种模型啦。顺带一提，我们下午要做的就是分类任务。所以啊，这里有个绝对不能忽视的关键， AI 能不能变聪明，完全取决于你给的答案准不准确。请记住这句残酷的实话，模型表现的天花板由标注品质决定。这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garbage in、garbage out， 垃圾进、垃圾出。如果你把良品标成瑕疵， AI 就会学到错的规则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说，在制造业导入 AI 其实就是一个将现场老师傅经验数位化的过程。老师傅看一眼就知道的瑕疵，我们必须精准地标示出来， AI 才有办法完美传承这份宝贵的经验。第三部分，辨明死背，过拟盒。当然了，就算我们标注的再怎么完美，训练过程中还是有陷阱等着我们。我们希望 AI 是真的学懂了判断的通则，而不是变成一个只会作弊死背答案的机器。为了避免 AI 死背，我们绝对不能让它看过所有的考题。我们必须把辛苦搜集来的照片切成3份，大概 70% 的训练集就像是课本，让 AI 反复阅读学习。15% 的验证集则是模拟考，让 AI 在学习中微调自己。最后，非常非常重要，必须保留15% 的测试集当作期末考。
这15% 的照片在训练时绝对要藏好，不能让 AI 看到，因为只有用没看过的新照片来考试，算出来的准确率才是未来上产线的真实表现。那如果你没切分好，或者资料给的太少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就会发生所谓的过拟合。这就好比一个学生把考古题的答案死背下来，平常考了个99分，结果一到真正的大考，题目稍微转个弯，他脑袋就一片空白，直接宕机。过拟合的 AI 就是这样，在训练的时候准确率高的吓人，但一放到真实产线上，面对稍微不一样的新照片，就完全认不出瑕疵了。这绝对是大家训练模型时要小心避开的雷区。第4部分，机器眼里的影像。讲到这里，大家对 AI 的学习逻辑应该很有概念了。现在我要请大家把脑袋里的思维切换到显微镜的级别。画面上这个最有趣的其实是3万这个数字。我们人类看照片看到的是，这是一片边缘有刮痕的金属。但在机器的眼里，影像根本不是图案，它看到的是一堆密密麻麻的数字。一张小小的大头贴，大概100乘100像素的彩色照片，因为包含了红、绿、蓝3个颜色通道，在机器眼里就是一个装了3万个数字的立体表格。机器在找瑕疵，其实就是在这个庞大的数字海里面找出数字异常变化的规律。接下来第5部分 CNN 看懂影像秘密。大家想想看，如果连一张小照片都有3万个数字，那产线上高解析度相机拍出来的照片，数字量可是100万、1000万等级的耶。传统的方法面对这么庞大的数字海，绝对会跑到当机。这时候就需要今天的主角，也是引爆电脑视觉革命的秘密武器 CNN 卷积神经网络登场啦。CNN 第一招叫做卷积。大家完全不用管数学，你就把卷积想象成产线上品管员手里拿着的放大镜。这把放大镜会在整张照片上滑动扫描，有的放大镜专门找直的边缘，有的专门找横的纹理。透过这样在数字方阵上扫描，机器就能非常有效率地把影像中局部的线索和特征给抓出来。可是抓出线索之后，资料量还是超级大，怎么办？这时候 CNN 就会使出第2招池化。大家可以把池化想象成是在做会议记录。开会的时候，大家讲了一堆话，但做记录时，我们只会留下最关键的重点，对吧？池化的动作就是把资料压缩，把那些没用的背景杂讯丢掉，只保留刮痕或亮点最明显的特征讯号。这样一来，不但减少了运算量，还能让机器在判断时更有弹性。那这些动作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？这就是深度学习最让人惊艳的地方了，也就是自动特征提取。我们把刚才说的卷积放大镜和池化会议记录一层一层的叠加起来，第一层先认出简单的亮暗边缘，第2层把边缘拼成角落，到了更深层的网路，它居然就能自动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刮痕或裂缝的形状。最棒的是，工程师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写死程式去规定刮痕长什么样子，只要你给的资料够多，标签够准， CNN 自己就会学会找出判断的特征，是不是很聪明？最后第6部分，制造业实际案例。理论听起来很厉害，但真的能在我们工厂里发挥作用吗？让我们把视角拉回现实世界。大家看看画面上的这个对比数据，真的非常震撼。根据2026年的学术研究跟产业报告，使用 CNN 进行铸件的瑕疵检测，准确率竟然可以高达 98.6%。对比之下，人工目视检测因为长时间盯着荧幕，眼睛疲劳是难免的，所以自然的漏检率其实高达 20% 到 30%。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全世界的工厂都在疯狂导入 AI 视觉检测，因为机器不知疲倦，标准永远一致。不过看到 98.6% 这个数字，很多人可能会想，那剩下的 1.4% 的误判，不就会让不良品流出去吗？这就带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实务思维：人机协作。在产线上，我们绝对不会把检测100%盲目交给 AI， 我们是让 AI 担任第一道快筛，把那些很明显的良品和瑕疵瞬间处理掉。而那些 AI 觉得没有把握、信心分数很低的边缘案例，再交回给我们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来做最终复检。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，AI 不是来抢饭碗的，它是来当神队友，让专家的时间可以真正花在刀口上。
好了，今天我们真的把 AI 的黑盒子彻底打开了，从标注资料有多重要，聊到 CNN 怎么用放大镜和会议记录看懂了3万个数字，再到产线上的真实应用时机。现在，我想请大家在脑袋里想一个问题：在你负责的产线上，哪一个站点其实已经准备好迎接 AI 转型了呢？是那个老是让大家眼睛看得很酸的评检站吗？带着这个问题的答案，还有今天搞懂了这道原理，让我们好好期待下午的实作，大家亲自去训练出属于你自己的第一个 AI 模型吧。我们下午见哦。